切。这里的阳光太耀眼，树叶翻动人声喧闹，我成了故事里的主演。我要逃离开这梦的边界，可为何心跳在你面前脱线？明明是假的情节，假的世界，却慢慢真心开始不拒绝。高董事长，聊聊。听说高海明和运生合作，指定要你来处理业务了。您听说的没错，您是第2个来找我的人了。别意外，在您之前，谢小姐已经找过我了。行了，拿来吧。什么呀？支票啊。您来找我不就是为了给我一张支票，让我离开您的儿子吗？你想要多少钱？你们这些商业大佬啊，遇到问题的解题思路实在是太单一了。你想要解决问题，难道就只有让自己儿子去联姻吗？让我儿子跟谁联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，你想要多少钱？50万。5个月，我需要5个月，因为我所在的公关公司跟乐涛现在是合作关系。我作为对接员工，那这5个月我难免会跟高总有一些工作上的接触，我只是做我分内的事儿，您无需多虑。像高总这样光辉伟岸完美的形象，我是没有资格高攀的。但是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您理解理解我，我也得在这个城市谋生啊。你说了这么一大番话，李小姐，你要的应该是不止这些东西吧？既然我把你叫到车上来，那就代表是我跟你单独的谈话。有什么话你直接放在明面上说，不要跟我绕来绕去的，好吗？难怪您儿子不愿意跟您聊天，你爹味儿太重了。爹味？什么爹味儿娘味儿？我本来就是他父亲，好吗？哦，也是。那您当我没说吧。如果不要钱，他肯定会以为我对高海明有更大的企图，反而更加戒备我，得不偿失。不如还是要点钱，让这老头彻底放心。到底要多少钱？你需要考虑那么长时间吗？5000。5000？如果您觉得有点多，咱们可以商量，行吗？您看。真是没想到啊！我儿子高海明在你的心里就值5000块钱。那您误会了，他在我心里分文不值。是这样的，我跟您说实话，就算您今天不来找我，他也真不一定能看得上我。但如果说您这么有钱，您又愿意慷慨大方的分我一点儿，那我觉得我应该识相。所以无论您给多少，哇，这么重！这里5万块钱够不够买你说的10项？够不够？够买10个。不用数了，也不用点了，这里头1分钱不会少你的。赶紧下车。好嘞。谢谢高总。快走吧。注意身体，高总。
合同留在运生，这样林欢儿就得亲自送过来，再一通表演，让所有人都以为你们俩在谈恋爱。这事儿再传到高董事长耳朵里，至少让他知道您对谢小姐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和您想的一模一样啊，老板，英明。你确定林花儿上了董事长的车？当然了，我亲眼看到的，她下车的时候可高兴了，一看就没少拿钱。您之前说林花儿与众不同，我觉得她跟那些拜金女也没有什么两样。不过她这样还有价值吗？挺好的，各取所需嘛。哎，那您和谢小姐的约会还去吗？去啊，为什么不去？男主对您的好感度再度下降，目前为负50%。又降，好，好，好，看看是你制造的障碍多，还是我的办法多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，哎，你又来干嘛？我来消费的，不行吗？行，但你不要像上次一样过来闹事就好了。我想指定一个人帮我拼模型。嗯？没关系，1点吧，海明哥哥，我不挑食。好。新西兰帝王龟，伊比利亚白火腿，熟成烤鸭，杏仁奶冻2份，再来1瓶 Latouche， 谢谢。好的，您稍等。高叔叔发的联姻婚讯，我看到了。叔叔有点太着急了。是有点着急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怎么会，海明哥哥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上学，你总是第1名，而我是第2名，我就会觉得很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觉得我和你是在一起的，没有任何人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谢小姐真是挺有想法的，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，之前很多事儿都记不住了。那确实，高叔叔也跟我说，他说海明哥哥什么都好，就是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了。那一心肯定不能2用呀，哪里什么都记得住呢？不过没关系，联姻的婚讯一旦发布，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了。以后我来帮你记的。说得对，知子莫若父嘛。我确实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暂时没有其他的想法。那挺好的。谢小姐，高总让我送您回去。小罗，那个林欢儿和你们高总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他们没什么关系啊。你是不想说吗？他们真没什么关系。真没什么关系，真没什么关系。他能在宴会上直接带走你们高总，真没什么关系。你们高总能为了他和月生谈合作啊？你还想瞒我？我哪敢瞒您呢？你也知道，就算高总跟他有什么关系，那是他私事儿，他不说，我哪敢问呢？你少给我扯！你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？
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知不知道？那我说了，你不能告诉别人是我说的。我就知道。小罗，以后有什么消息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今天的事情绝对不会有人知道是你说的。不用你送我了，谢谢。高总，我都按照你的吩咐跟他说了。是啊，不过我看他好像没有要放弃的意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个飞机啊！哇塞！哎，没事，你再投一个币。玩。那我把这把玩完，马上啊！芳儿，你记不记得上学的时候，胡铁汉玩这个可厉害了，每次我们都死了，就他还活着。你怎么3句话不离？胡铁汉，等等，胡铁汉是不是在小说最后因公殉职了？可他现在不是交警吗？哎呀，我这个破脑子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你怎么关键时刻不动啊？哎，梦梦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总不能为了2个纸片人再去触发规则惩罚吧？知道什么？没事了。毕竟只有5次机会，我可得省着点用，不然我可就完了。走吧，你不是不想玩了吗？干嘛老说话说半截啊？走，回家。到底知不知道什么？知不知道晚上吃什么？哎，正好是个。这模型零件多而且复杂，它能完成的这么好，说明它很有耐心，也肯在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花时间。这点倒是没想到。高总，这架战机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奇怪了，这战机模型难道已经绝版了吗？没绝版，但它不是你砌的。为什么不是我砌的呢？是觉得我拼不了这么精密的模型吗？那渗墨线的痕迹是怎么消除的？有的人喜欢用消除笔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用消极的光油先涂几遍，这样比较万无一失。有问题吗？真是奇怪，高总为什么会觉得这不是我砌的呢？难不成有人会把这么费尽心思砌的模型给别人吗？会吗？李小姐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解释一下。对了，你觉得这3个颜色哪个好看一些呢？
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。还是这个红色好看，就涂它了。用这样的方式毁坏别人的心血不合适吧，林小姐？别人的心血？高总很在意别人的心血吗？那请问我的企划案算不算是我的心血？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解释这件事儿的。没关系，不用跟我解释。能被你这样的老板赏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企划案。仔细看看，是我的。时间11:07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林小姐来乐汤是在下午，对吧？你的意思不会是？你可能很难相信，但是在你来之前我就已经写完了，内容、思路、执行方式都与你不谋而合。之前没给你解释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但接下来我们有合作，我不想误会继续下去，所以我想跟你解释清楚。原来是这样。所以林小姐，我们现在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好好聊一聊吗？高总约我是聊公事还是私人约会啊？私人约会。好吧。拉近男女关系第一步，找到共同喜好，消解彼此心理距离。需要点什么，先生？小姐，我记得书里高海明喜欢吃一种名字很奇怪的食物，好像是叫天使头发。林小姐想吃点什么？天使头发。您也要和高先生一样吗？对，一样，谢谢。林小姐怎么知道我会点天使头发呀？我会读心术，你信吗？高总不信，那不妨让我试试。高先生命中很多桃花，也非常重情重义。不过，什么？不过，在事业上有一些阻力，空有一腔抱负却无处施展。我说的对吗？林小姐读的是心理学，那不如让我也分析一下林小姐如何？好啊。林小姐在分析我的时候，眼神会不自觉地向左上方看，眉毛微微上挑，看起来不像是在临场分析，反而更像是搜寻某种记忆。看来提前早有准备啊，涉猎甚广，但其实都是浅尝辄止。高先生也学过心理学啊？略懂。这天使头发其实是一种很细的意大利面，只不过我喜欢它的名字，但论口味上来讲，还不如经典款。因为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就爱上一道菜。看来高总跟我一样是浪漫派。不知道帮人砌模型是不是因为浪漫呢？林小姐承认那件模型是我砌的。我只是很好奇，你怎么认出来的？裁缝不会认不出自己亲手做的衣服，哪怕只有一点瑕疵，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为什么要指定我砌那架战机？难道不是应该你先回答我为什么帮人砌战机吗？既然你会读心术，不妨猜一猜。完蛋啊！书里到底怎么写的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读心术失效了。不重要。
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在收到战机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一架那么精湛的模型，我觉得一天的不开心都离开了我，我被治愈到了。虽然说我没有读到你为什么帮人弃战机，但是我想，别人的快乐至少不辜负你的努力。那么还求什么呢？你好像总是很快乐。作为你们这种商业精英，不是应该更加随心所欲吗？这人哪有随心所欲的时候？但至少比我们自由吧。战机可以飞得很远，但我不行。版图越大，全军越多。你不同。看了一顿饭了，还没看够。我在思考，高总送我的那架模型特别的完美，特别的好看，就是不知道应该把它送给谁。那可得需要好好想想。抱歉，耽误了你今晚拼装模型的时间啊。耽误一天不算什么，没关系。不过林小姐好像很喜欢公关这份工作，这么拼命的了解我，就为了一份工作。那现在合约已经拿到了，是不是应该放松一点？放松？高总想说的是不是放弃呀？他刚刚吃了一顿饭而已，就想让我放弃了。所以，你并不打算放弃？你觉得我应该放弃吗？下次见面我再告诉你。行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不小心？那林小姐住在朱小姐家，就算没钥匙，也能进家门吧？是啊，你既然都知道，还专门给我送回来。你唱了上句，我总能让这舞台冷了场吧？可不。别死别死。老板，再来碗馄饨。谢谢。对。怎么，吃西餐的胃吃不了热馄饨？林小姐胃口倒是很好啊。你请我吃了天使头发，我请你吃馄饨，礼尚往来。小心烫。好吃吗？这也
好感不得飙升到正的50%？哎呀，不就是一串钥匙吗？什么时间都能送，偏偏要挑晚上这个时间折返送过来。你刚才不还问我了一个问题吗？你不是说下次见面再告诉我吗？现在不就是下次了吗？我的答案是不要。不要什么？不要放弃。这好感度怎么没动静啊？高总，怎么了？您回家还从来没有这种表情过。什么表情？就是有种好像肯定能赢，胜券在握，不对，势在必得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那我说了，你别不高兴啊。说。我装啊。小罗，你怎么还在公司啊？高总，我现在就走。晚安。哎，知道回来啊，董事长。你想创新研发的事情，我已经听李叔说了。我等你回来，就是想听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啊？董事长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乐涛现在的策略过于保守了。我们想要引入外资，无异于是割地求和，我们不可能拿到我们想要的签约条件的。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明明眼前有一条捷径可以走，你偏要选一条泥泞小路去绕行，为什么呀？和富创的联姻，我不认为是什么捷径。高海明，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富创？富创现在是国内最大的代理商，婉君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富创为什么选择跟我们合作？董事长，乐涛现在的危机是时代带来的，我们唯一的自救方式就是自主研发。你别给我扯什么时代不时代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自救的路只有一条路，赶紧跟那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分手，和婉君结婚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妈，陪妈坐会儿。好。在妈心里，一直觉得对不起你。小的时候，我跟你爸对你都有亏欠，你过得够苦的了。现在长大了，在婚姻这件事上，妈不希望你再做什么妥协，做什么牺牲。婚姻对一个人这一辈子太重要了。
你千万别过得跟你妈一样。行了，妈，我知道。你记着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妈都支持你。真的，妈只要你幸福，只要你快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小罗，你明天再跟进一下，帮我预约一下明天下午空中花园下午茶的靠窗位。射箭呢？这个可以玩吗？可以啊，你们2位。对，2位。谢谢。这个让我试试吧。这样。对，卡进去。卡进去。要搭在大拇指上。大拇指。不行，太重了。要不算了吧。不行。敢不敢赌一下？我们来比一比谁射得准。真心话大冒险，输的人要回答对方一个问题，或者完成对方说的一件事儿。好啊。你先来。我先。嗯。离靶心就差一点点。到你了。你有这实力，你不早说。哎，扶住，对，然后大拇指推住，搭在大拇指上。我醒来在陌生的天，这里的阳光太耀眼，推住，树叶翻动人声喧闹，我成了故事。那这算谁的？你赢了。就在这儿吧。就在这儿吃饭吗？对啊，高总肯定没有在这里这样吃过饭吧？等一下。坐吧。给你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咖啡的味道挺奇特的。奇特就对了，这是我为你特调的。这个咖啡的名字叫做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，我收一杯，品尝。这名字这么长吗？你不懂。所以高总想好了吗？我的战机模型应该送给谁？其实我想了想，别人的爱情不能介入，所以林小姐还是自己选择吧。
可是你怎么能算是别人呢？你应该算是当事人吧？你知道有一种物质叫催化剂吗？它本身不会产生物质反应，但是可以帮助其他的物质进行化学变化。帮别人拼战机也是一种催化剂，但是不会介入别人的爱情。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助攻说得这么浪漫，所以高总只愿意做我感情里的催化剂，不愿意介入我的感情。侯弗洛，青丝的烦恼缠绕，逃不空来时会痛，才明白我们错过什么。轮回在人海邂逅，穿越人潮汹涌，直到世界尽头。如果我可以继续爱着你，凭着两颗心跳动的交错。如果我可以继续躺在你怀里，我愿用余生交换。青丝的烦恼缠绕，逃不空来时会痛，才明白我们错过什么。轮回在人海邂逅，穿越人潮汹涌，直